如果一个老板给员工高工资，给不开薪假，给很长的年假，他还能不能规定员工结婚不能收彩礼，婚宴不能超过5桌，买房买车不能靠父母？这个问题放在别的公司可能不用讨论，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老板管太宽了。但放在胖东来身上，事情变得有点复杂，因为胖东来确实不像一般公司，他给过很多中国打工人一种很罕见的想象，原来超市员工也可以拿到体面的收入。2025年3月，于东来公开披露，胖东来当年前2个月员工扣除社保后的平均月收入接近1万元。后来他还提出过新的目标，员工每周工作不超过36小时，年休假不低于40天。这放在中国职场环境里确实很稀奇，很多公司连依法休假都做不到，还在想办法把超时工作包装成奋斗精神。胖东来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所以胖东来的好感度很高，高到什么程度？他在许昌和新乡门店也不算铺满全国，却能让外地游客专门坐高铁去逛超市。很多零售同行也把它当成样板去参访，一间地方超市硬是被逛成了景点。还有一件事儿也很能解释胖东来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好感度。2024年12月，胖东来发布过一套人格尊严补偿标准。于东来当时表示，当员工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，每个人都要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勇气，不能轻易签谅解书，也可以主动向公司申请人格尊严补偿，必要的时候公司还会安排心理咨询，减轻这类事件对员工造成的心理伤害。对之前已经出现过尊严受损情况的员工，胖东来也做出过最低4000元的补偿。这件事放在服务业里其实很少见，胖东来这套人格尊严补偿把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上。员工提供服务不代表员工可以被随便羞辱，顾客花了钱也不代表买到了践踏别人尊严的权利。但胖东来的问题也正在这里，当一家企业真的对员工很好，他就很容易获得一种额外的话语权。老板说的话不再只是老板的意见，慢慢会变成一种道德标准。员工会觉得他对我这么好，我是不是应该听他的？外界也会觉得这样的老板已经很难得了，你们还挑什么？于是一个本来应该被认真讨论的问题就容易被好感压过去，这才是胖东来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。最明显的一件事是彩礼和婚礼。2024年11月，于东来发文说，从次年开始，胖东来员工结婚不允许收取或支付彩礼，婚礼不能铺张浪费，酒席不能超过5桌，做不到的，公司未来将取消相关福利。他还说，年轻人不应该依靠父母买房买车，应该靠自己创造人生。这句话如果只是一段人生建议，大家可以听，也可以不听。可一旦他和公司福利挂钩，性质就变了。后来相关倡导进一步落到制度里，员工如果违反结婚标准，未来一段时间内只能享受法定基本报酬，额外奖励和福利都会受到影响。这里面包括额外年休假，也包括自由假。这就不是聊天了，这等于告诉员工，你的婚礼怎么办，影响你能不能拿全公司的福利。彩礼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本来就很复杂，有些地区的高额彩礼和攀比风气确实压得普通家庭喘不过气，但彩礼不能被简单处理成落后习俗，然后由公司一刀切禁掉。婚姻里的风险从来不完全对等，怀孕、生产、哺乳、职业中断、照护责任，这些代价在现实中更多落到女性身上。很多女性进入婚姻前会希望有一笔更明确的保障。于东来真正可以反对的是让普通家庭倾家荡产的高额彩礼，是硬撑面子的奢侈婚宴，是为了面子制造的债务和压力。企业如果真的关心员工的婚后生活，可以做更实在的事，保障女性员工孕期权益，落实育儿支持，给男性员工足够的陪产和照护假，这些是在给员工增加资源。买房这件事也一样，于东来说，年轻人不要靠父母买房买车，要靠自己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正能量，很像老一代创业者喜欢讲的成功经验，可放到今天的收入和房价里，这个要求太轻巧了。
胖东来的员工收入确实高于很多同行，可即使月薪8000到1万，靠自己攒首付也不是轻松的事。一个人每个月存下30%收入，攒够一套普通刚需房的首付，往往也要好多年。中间不能生病，不能失业，不能遇到家里突发大事，不能有任何大笔支出。现实生活不是励志短片，很多父母帮孩子出首付，帮忙承担学费，帮忙照看孩子，本质上是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助。接受父母帮助不丢人，也不代表人格不独立。一个人是否独立，应该看他有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，不该看他买房时有没有拿过父母的钱。经验可以参考，但把经验变成带有惩罚意味的统一标准，就会变成对现实的忽视。然后是最近这次薪酬争议。2026年6月，网络上流传出于东来在内部分享会上谈薪酬制度改革的内容。他提到，胖东来过去30年长期实行超越员工期望的薪酬，这样可以激发员工热情，但也可能造成溺爱。相关表述里最刺眼的一句是员工其实不值这么多钱，这句话很快引发争议。很多网友第一反应是，怎么突然画风变了？舆论发酵后，胖东来发布说明，强调公司从未有任何降薪决定，薪酬政策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保障薪酬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。于东来也说，相关内容是内部培训中引导员工持续学习，提升个人品格和专业能力，外界不要误读。这个澄清当然要看见，不能把讨论薪酬体系直接说成胖东来马上要大幅降薪。可很多人不舒服的地方并不只在于担心降薪，真正刺耳的是那种表达方式。员工拿到高于行业平均的收入以后，老板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行业过去给的太低，也不是好的服务本来应该有更高价格，而是员工可能误判了自己的市场价值。这句话放在胖东来身上尤其微妙。胖东来最珍贵的地方，本来就是他打破了服务业低薪的默认规则。员工的价值到底由谁决定？由长期压低服务业薪酬的行业均价决定，还是由一家企业重新分配利润、重新定价劳动来决定？如果整个行业本来就低估了服务劳动，胖东来的高薪未必是溺爱，也可能是在纠正一种被默认太久的低价。2025年，胖东来在招聘中开放了一批名额给刑满释放人员，现场录取30人，设置6个月试用期。这件事刚出来，很多人是支持的。刑满释放意味着一个人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过法律责任，服刑结束之后，如果整个社会继续把他们推到门外，不给工作机会，不给重建生活的路径，这个人很难真正回归正常社会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胖东来愿意给机会当然有善意，但公众的担心也不能直接打成歧视。超市每天面对大量顾客，有老人、儿童、独自购物的女性，员工会接触商品、现金、会员信息，也会进入仓储、后厨、配送等不同环节。不同岗位、不同犯罪类型，风险本来就不同。所以这件事不能只停留在一句善意里。社会需要接纳刑满释放人员，但接纳不等于不做风险评估。企业可以提供岗位，也应该说清楚岗位怎么分配，背景如何核验，试用期如何管理，出了问题责任怎么承担。这些制度不透明，公众就没有办法判断，这到底是成熟的社会融入机制，还是一次由老板个人意志推动的善举？胖东来做这件事，出发点未必有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于东来身上有一种很强的个人推动色彩，他相信一件事是对的，就会很快把它推成企业行动。善意珍贵，但越是涉及公共空间和他人安全感，善意越需要制度托底。老板的道德感再强，也不能替所有顾客和员工完成风险判断。当然，胖东来也从来不是一间让员工躺平领高薪的公司。一个员工制作员工餐时，用筷子盛面后没有更换筷子，又继续在锅里搅拌。公司最初的处理是解除劳动合同，后来舆论认为处罚过重，胖东来启动内部民主合议，最终撤销开除决定，改为转岗到非食品加工岗位，相关主管也受到处理。这件事很能说明胖东来的真实面貌。
他给员工高福利，同时也要求高标准。很多企业嘴上要员工敬业，要员工把公司当家，发工资的时候却恨不得永远卡在最低成本。所以批评胖东来不该把它说成虚伪。问题是，胖东来的善意经常附带一种教育欲，他不只是给员工更好的待遇，他还希望员工变成老板理想里的那种人，活出老板认可的美好人生，这就很值得警惕了。同样的逻辑在西贝事件里也出现过。2025年9月，罗永浩公开质疑西贝使用预制菜价格偏高。西贝创始人贾国龙一开始态度很强硬，称西贝没有一道预制菜，还说要起诉罗永浩。争议发酵后，于东来发文力挺西贝，他说任何事没有完美，感谢西贝、海底捞这些品牌，让他找到相对放心可口吃饭的地方。他也表达过类似意思，做一个不错的企业不容易，企业家和团队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公众可以建议，可以理解，可以促进企业改进，但不要让企业家灰心。这套话仍然很于东来，他不是简单护短，他确实是在强调理解，强调善意，强调别把一个品牌一棍子打死。可问题是，西贝这件事后来的发展证明消费者的质疑并不是无理取闹。西贝随后发布致歉信，承认生产工艺与顾客期望存在较大差异，并承诺把部分中央厨房前置加工调整到门店现场加工，包括一些肉类菜品、儿童餐菜品，还有部分使用大豆油烹调的菜品都做了调整。也就是说，最初被企业家们急着安抚和保护的西贝，最后也承认，顾客对现做、预制、价格是否匹配的质疑，并不是凭空制造的恶意。消费者不是企业家的心理辅导师，他们付了钱，就有权知道自己吃到的是什么。西贝又被爆出缓发工资、裁员赔偿、分期支付等劳资争议。有员工称，公司通知部分人员降薪并延迟发放工资，裁员补偿也被安排分期支付。还有报道提到，不接受解聘的员工可能进入几个月待岗状态，公司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公积金。如果一种善意总是优先流向老板和企业家，很少落到具体的员工和顾客身上，它就不再只是善意，它变成了一种很有位置感的体谅。所以这条视频不是要说胖东来不好，也正因为它更好，我们才更应该看清楚，好企业和好老板之间还隔着一条边界。真正好的福利是把选择权还给员工。如果福利最后变成一种筹码，员工只有按照老板认可的方式生活，才能拿到完整待遇，那它就开始变味了。真正的自由是，即使你做出了老板并不喜欢的选择，你仍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胖东来更像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样本。当老板开始相信自己有责任替员工安排婚姻、家庭、消费和人生价值时，也必须有人提醒一句：工资是工资，福利是福利，他们不该换走一个人的私人生活。